Hello，大家好。本期节目给大家带来的是关于 WiFi 优化提速、WiFi 漫游以及增强稳定性三方面的内容。WiFi 优化的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改善它的摆放位置。一般来讲，你 WiFi 信号在穿过2堵墙之后呢，信号相对来说就比较弱了，但还能用。你3堵墙之后呢，基本上就信号就断断续续，没有办法使用了。在1堵墙之后，信号基本上还能满格。OK， 我们看一下，像图中的这个户型，像一个无线路由覆盖整个户型，你最佳的就是放在中间这个过道这个位置，比如说图中这个位置就是比较好的。但实际情况呢，因为弱电箱啊，通常在入户的位置，比如说在这个位置，它进来之后呢，你如果你的无线路由也放在这个位置，你是肯定没有办法，你到这边都穿过了2堵墙甚至3堵墙，你效果肯定不会好。通常你这时候可能需要在这个位置再部署第2个路由器。如果你放在这个位置，一个路由器呢就可以覆盖整个户型。通常情况下，我们这个无线路由器，在高度方向，我们尽量往高处放。往高处放呢，就会避开这些电器、家具这些障碍物。但是你也不要放得太高，你放高的时候，比方说你这个地方这个位置，你高过了这个梁的底部，这时候如果你放在这个角落里的时候，你往这个方向、往这些方向都相当于已经穿过了1堵墙。所以说你可以尽量放高，但是呢，你不要高过梁的位置。如果你一定要高过梁的位置，你想吸顶，那也是可以，但是你不要把吸顶的位置紧贴着这个梁，这样效果就不好。你离这个梁远一点，往前一点，你吸顶，这样呢，它还是可以穿过去的，通过反射呀，它可以穿过去。OK， 这是对摆放位置的一些优化。现在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频段。频段呢，现在中国通常是支持 2.4G、5G。我们先看一下 5G 赫。5G 赫呢，它有一个 5.2G， 这边是 5.2G， 这边是 5.8G。在 5G 赫有2个频段。这边呢，你像这些是20兆赫兹的频宽的，这是40兆赫，这是80兆赫。也就是说，你选到149、153这一段的话，不管你怎么选，最多就只能是80兆赫。而现在的路由器，它已经支持160兆赫，甚至是320兆赫频宽了。我们再来看一下这边，这边呢，它的频段多一点，在这个36到48，这个是常规频段，就是免费的，专门跟 WiFi 的，是可以一直使用的。从48往后，52到这个64。这个频段呢它是雷达频段，这是雷达频段。如果你附近没有机场的话，你选这边也没有多大问题。如果你附近有机场，当路由器检测到周围在这些频段有雷达信号的时候，它就会避让，会跳到36到48这些频段，把这些就暂时停用了。如果没有机场的话，我个人建议你可以优先选后面这个雷达频段，这里的用户会少一点。这里的用户呢会更多，因为在路由器无线发展的早期阶段是 2.4G， 接着就是这个频段 5.8 这个频段，接着呢又出了这个频段。这个频段里面有分2段，一部分是雷达频段，一部分是这个常规频段。我们再看一下 2.4G 这个频段呢，它的完全没有重叠的，只有16、11 3个频段，每个频段20兆赫兹，它的频宽不多。但好处是因为 2.4G 呢，它是低频段，这个频段呢，它穿墙能力就是这个波长越长，它穿墙能力越强。所以说，即便你是同样强度的这个信号，你 2.4G 的话，它会传的更远，穿墙能力更强。5G 赫的话，你在同样距离、同样位置，你5G 赫的信号，你在手机上看到的信号都会相对来讲要弱一点。然后我们再看一下这个6G 赫，6G 赫呢，在中国呢还没有
获得批准。WiFi 7、WiFi 6E 如果没有这个6G 赫频段加持的话，没有320兆赫频宽的这个频道来加持的话，WiFi 7其实还是用原来的这3个频段，频宽不会增加，它只是说协议 WiFi 7的协议会更好一点。其实那是 WiFi 7就比较鸡肋了。你看这是 WiFi 7，你又没法用这个高速的频段。当然6G 赫因为它这个波长更短，所以说穿墙能力也是最差的。5G 要好一点， 2.4G 穿墙能力更强。我们选这个频道的时候呢，要尽量跟你的邻居尤其是上下左右的邻居，不要跟他们处在相同的信道。你跟他处在相同信道的话，就是同频干扰会比较严重，尤其是有些用户要经常下载的话，会比较影响速度。这个软件呢，这是一个 Cellular， 是一个测试软件，你可以看到你周围的 WiFi 信号的分布情况。当然，这是热点的分布情况，和它这个数据传输的多少，这里还看不出来。所以说实际情况呢，可能要测试才知道哪个频道是最好的。但不管怎么说，对于这个70 dB 以下的这个弱信号，我们通常不用去管它，它即便是存在，你也不用去管它，它影响不到你。对于这种信号比你这个自家的信号稍微弱一点，但是又在70 dB 以上的，你尽量想办法给它避开。就像刚才说的，像这个 2.4G 的，通常你是用于物联网，因为它速度很慢，频道很窄，所以说你用一些老旧的设备或者用于物联网的设备来联网就好了。5G 赫你优先用于你的手机、你的电脑需要高速连接的这种设备。然后5G 赫的话，优选是你现在如果是比较新的路由设备或者手机，都优选这个36到48，还有这个52这个以后的这个雷达频段。如果你周围没有机场，你选雷达频段也很好，应该说更好，那里用户更少。像这里你看，这是这个同样名字的下面，你看都有很多个路由，很多个 WiFi， 它们分布在不同的频道上，频宽也不一样。你看这是160兆赫的这个频宽，这有20，这应该是 2.4G 的，这80这就是5G 赫的。如果你的一个无线路由呢不能够覆盖整个住宅的话，你可以加第二个路由，就属于这个主路由和子路由的方式来实现这个无线漫游。我这里讲的呢是针对就是尽量利用手头的设备去实现这种漫游。如果你是比方说你是有同一品牌同一型号的设备的话，那你就用它自身的那个一键配置就好了。我们这里可能是优先考虑是利用手头的设备，所以说这些设备呢，它未必是同一个品牌，也未必是同一个型号，他们支持的这个协议呢，也可能不能兼容。在这种情况下呢，你要怎么配置呢？我们可以用这个，我推荐的是这个万能中继。如果用麦式的话，也可能会存在不兼容，没有办法这种，因为不同品牌你可能没有办法连接，出现这种情况。但是用万能中继呢，就非常好，你不管是你是不是同一品牌，是不是同一个时代的路由器都能够连上。然后我不推荐你使用这个，就是你优选最好是用这个多个路由器之间的这个路由器之间的连接，就是这个连接呢优先使用有线连接，有线连接没有办法搞的话，再使用这个无线中继。无线中继你每一份信号在空中都要发送2次，这个时候呢对你的这个周围的这个电磁环境会有这个恶化的影响。当然如果你家在农村或者是一些别墅啊，你周围信号比较少，那就无所谓。这种中继呢，你选一个主路由呢，它是它的工作的这个路由模式，它是分配 IP 的。你这些子路由呢千万不要开这个 DHCP， 你开了会严重影响你从一个路由到另外一个路由漫游的这个过程。你的这个你开了之后，你漫游它切换过去呢，
那个切换时间就会到这个秒级了。你如果没有这个 DHCP， 没有这个过程，没有重新分配 IP 的这个过程，它这个切换时间呢就是几十毫秒。这些子路由呢就工作在这个中继模式，它可能是有线中继，也可能是无线中继，或者叫桥接模式。这不同家的路由那个叫法可能会有所差异，不过都是大同小异了。我们这里就叫它中继模式好了。OK， 我们接着往下看。这个是我的一个路由器，我这是一个路由，我给它刷了这个 Panama 之后呢，你看它这里切换的工作模式，一个叫无线路由模式，一个叫无线接入点。我现在这个是主路由，所以说它就是无线路由器模式。如果我有另外一个路由器呢，我就需要把它切换到这个无线接入点。无线接入点通常它就会自动关闭掉这个 DHCP 了。不过有一些可能没有办法搞的，你就自己去关闭 DHCP， 然后连接它的 LAN 口。像这个现在比较新的一点，这些路由器你切换到这个无线接入点之后，或者叫无线中继之后，或者叫有线中继，切换过来之后呢，它的不管是 LAN 口、WAN 口，全部都变成了LAN 口，它就只有交换功能，接拿口都是一样的。一些老路由可能会区分这个 WAN 口和 LAN 口。现在我们看一下这个全无 WiFi 或者叫这个漫游的设置。刚才我们把这个子母路由连好之后呢，你想让它在你的移动设备在这个多个路由器无线路由之间漫游，那你一定要把它的这个 WiFi 名称跟密码要设成一模一样的。然后加密方式呢，你优选是 WPA2， 但是对现在的那些手机来说呢，他们用 WPA3 或者电脑用 WPA3 都是比较好的。如果你家里有一些旧的设备，你还是优选为了兼容它，你最好选这个 WPA2， 算法就全部选这个 AS 就好了。你把你家里有2个或者3个的，你不管是主路由、子路由，密码全部设一致。OK， 你设完之后呢，对于你这个，如果你的路由比较新，你的这个手机、电脑也都是比较新的话，你这个时候其实漫游效果都还是 OK 了。但是对于一些老一点的手机，它会存在一个问题，就一些设备呢，它总是粘连在一些那个它首次连接的那个 WiFi 上，即便是信号比较差的时候，它仍然不会去就近连接那个信号比较强的。你可能手动把它断开，重新连一下，它这时候又会连到了就近连接到信号比较强的这个设备上。但是这很麻烦，对不对？这很麻烦。它一个解决办法是什么呢？就是像这个 WiFi 这个路由这边呢，它有一个设置，就是路由器它有一个设置叫自动剔除已连接的弱信号。你可以设置，比方说你是0的话，它就是不开启这个功能。比方说我设置70，那么这个弱于70的这些设备呢，就会被路由器给它踢掉，这样它就强制去连它就近的那个信号强的那个路由器去了。这个觉得蛮重要的一点啊，蛮重要的一点。但是呢，这个也有一个问题。你像我的路由器，我刷完之后它是支持这个设置的。你像华硕路由也是支持的，但是华为它就不支持，就是有一些路由器它会不支持这个设置。还有一个呢，就是因为这个漫游呢，它是就是移动设备和路由器之间的协作。它有些设备呢支持那个 KV 协议，就是这个无线漫游的那 KV 这些协议，它就会漫游的比较好。但是你这些客户端呢，其实它也可以做一些漫游主动性的设置。你比方说，通常你像我的电脑，如果我想让它这个发现信号不好，比方说低70%就切换，就切换主动性是强一点还是弱一点，我就把它正常它默认值是中间嘛，我就把它调高了，那它就会更加积极主动的去连接那些信号更好的这个路由。另外一个就是大家那个你在家里面，因为如果你设备只有5、6个、7、8个、10来个设备，这时候这个通常你买的这些新的几百块的你基本上200块、230块钱往上啊，
你的配置能达到256兆的 IM 1.2G 或者 1.5G 的 CPU， 通常这种设备呢，它是能够带40个设备没问题的。你最多呢，你不要让它超过60。你家里如果是在家里你只有10来个设备，通常它的稳定性还是相当的优秀。当然呢，这也跟不同家的路由它的那个操作系统，它调教的稳定性，调教的好不好有点关系。但就我观察的情况来看，因为我的网络里面还有100多个设备，这时候呢，你就需要把这些用户分配到多个路由器上。如果说你超过60，这个路由器，这就是在一个无线路由器上，这个无线设备、无线连接上来的设备，它超过60呢，这个路由就变得不稳定，表现就是它不定时的重启，重启就会导致它网络呢会被断掉1-2分钟。然后呢，还有就是它卡死，还有一些你比方说华为的，我华为碰到过，就是说它重启的时候它卡在那里了，然后这个信号就丢了。当然，因为我在这个办公环境里面装了好几个，装了4个路由器，这时候呢它断了，只是说它的周围的人会感觉它会连附近的，它会感觉信号变弱了，就是没有那么好了，但是它真的会卡死。还有一种表现就是速度，你就感觉这个网络连接速度慢。如果是办公环境的话，你为了保证这个连接的这个可靠性、稳定性，因为这个用户也多嘛，你最好是多装几个无线路由，然后每个路由呢不要负担那么多的用户。通常你比方说我就给它控制到40左右，它高峰的时候你比方说窜到60-70，少的时候可能才20-30，这就比较好。就我用过的路由器，你不管是华为啊、小米啊，还是这个华硕啊，它用户太多，都会死机，都会重启。当然，这个用户是指无线连接的用户。比如说华硕路由器，你如果把它当做主路由，它的无线用户又没那么多，在这种情况下，就是它的总用户它也会达到，比方说150啊、160啊，但它并没有问题。就是说你这个无线用户的多少是会严重影响它的稳定性的。像我的华硕路由，它带150-160个用户当做主路由，但是我给它分配的这个无线用户呢，只有那个10几个、20来个，它就一点稳定，可以连续稳定工作几个月都没问题。你不要把太多用户放在一台无线路由上，这个点还是蛮重要的。你在家庭环境你可能感受不到，但是你在办公环境它就非常明显。实现对无线用户的分配和管理呢，我通常有2种方法。第一种方法就是通过优化这个无线路由的摆放位置，比方说我在热点区域再增加一个无线路由来分担它的这个用户。第二种方法呢，就是通过调整这个无线路由器的发射功率，比方说我通过减小发射功率来让它承担的用户数量减少，让附近的其他无线路由器承担更多的用户。这个发射功率的调整呢，比较好的是这个能够1%的去调整，有些路由器呢只能调整成穿墙或者普通，它那个一下子调的太多了，会让这个用户掉的太多。OK， 今天就到这里，谢谢各位。如果你觉得本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，麻烦点个关注，点个赞，谢谢。